大家好，今天用丝瓜和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美食，做出来鲜香美味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米酒，去除蛋清味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将鸡蛋液充分搅散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大勺面粉、1大勺玉米淀粉、少许的白芝麻、1勺食盐调味，少许的花椒粉，再次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边倒边搅拌。这里调面糊要用清水，不要用温水，清水做出的面糊口感会更好。最后搅拌成像这种粘稠度的面糊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根丝瓜，丝瓜尽量选择像这样粗细均匀的，先用削皮刀削去外皮。其实丝瓜皮也是可以食用的，并且丝瓜皮里边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如木聚糖、瓜氨酸等，对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这里如果实在是吃不下去，可以将其清洗干净了，煮水喝，营养物质同样也会被人体吸收。丝瓜去皮之后，再给它切成厚片，大约5毫米就可以。这个厚度不能切得太厚，也不能太薄。然后将切好的丝瓜放入面粉里，使它均匀地裹上一层干面粉，这样就行。裹好之后，再给它放入面糊里。秋天天气比较干燥，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，尤其呢多吃一些丝瓜，因为丝瓜里边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、各种生物碱等物质，多吃一些对身体非常有好处。像这样均匀的给丝瓜裹上一层满满的面糊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多倒一些食用油，油温3成热，将裹好面糊的丝瓜片一个一个的给它放进来。放的时候要分散着放，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好之后，开小火慢慢炸，炸至一面金黄后，给它翻个面，再炸另一面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开心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因为丝瓜出水多，所以说不容易成圆形，但是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全程大约炸了3分钟，酱边2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装入篮子里就能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做出的丝瓜小饼，口感真的是非常棒。外面这一层比煎饼还有嚼劲儿，吃起来晶莹晶莹的。里面呢是软软嫩嫩的，丝瓜还带有一丝清甜味儿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蘸上番茄酱，酸酸甜甜的，孩子们也特别喜欢。这里不喜欢吃酸甜可口的，也可以蘸上蒜泥汁，吃着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鸡蛋酱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，但是呢，很多朋友做出来
要不是不好吃，要不就是鸡蛋酱比较腥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鸡蛋酱正确的做法，做出来鲜香味美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无论是配面条还是加馒头都非常好吃。首先大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根据家的人口数来定。我这里打入了4个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半截大葱，从中间给它切上一刀，再切刀将大葱给它切碎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切点辣椒，增加一下辣味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切点红色的辣椒，红辣椒主要搭配一下颜色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比炒鸡蛋要多一些。这个油温千万不要太高，如果太高的话，鸡蛋下进去就直接成块了。油温低一点，然后将鸡蛋倒入锅中，用铲子不停的翻炒，将鸡蛋给它炒散。很多朋友为什么炒出的鸡蛋比较腥？因为炒出的鸡蛋不够黄。这里鸡蛋一定要炒的老一些。如果说将鸡蛋炒的比较嫩的话，做出的鸡蛋酱就会容易发腥。炒至鸡蛋冒沫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放入青红辣椒、葱花，继续翻炒均匀。这个时候鸡蛋沫就没有了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往里面加入少许的13香，再放入1勺酱。我这里放的是甜面酱，这里喜欢吃什么酱，朋友们都可以放，但是这个酱不要放太多，如果放太多的话，做出来会比较苦。然后再将这个酱给它炒香，炒至鸡蛋酱蛋油分离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往里面加入1勺生抽，少许的酱油，一点老抽上色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往里面加入1勺清水，让这个酱慢慢的释放出香味，让鸡蛋更加的嫩一些，还可以去腥。小火给它煮上一会儿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内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出锅的时候先放点白糖，放点味精。如果有的朋友不喜欢吃味精，这里也可以不放。但是如果不放的话，做出来味道肯定没这好吃。翻炒均匀，最后将剩余的辣椒丁和葱花放进来，翻炒一下。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，装入盘中。像这样好吃的鸡蛋酱就做好了，酱香浓郁，味道鲜美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鸡蛋酱这样做，无论是配面条，还是加馒头，或者是配米饭，都非常的好吃。10个人有9个人都爱吃，做法也很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